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说真心话嘛，想家了，不想再跟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行，我说正事儿。那啥燕儿，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是，可不吗？哎，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它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咋咋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你送过去。那得嘞。整。媳妇儿，要我说啊，借吧，6万不多。曹大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的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有今天没明天，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炳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他以前那套啊，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不啊？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不借、啊。不借。哎呀，炳坤，别弄了，快放着，在这歇会儿。别收，这我来弄，我来弄。没事，差一点。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歇会儿。你才收拾出来，你这收拾一天了，这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哎呀，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别呀，喝点水吧。哎呀，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行了，我俩走了。那行，那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自己收拾，走吧。哎，
走了。慢点啊，炳坤。有啥事儿告诉我们。哎，好嘞，好嘞，慢点啊。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哎，咱俩呀，这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那我应该是绿豆。你是绿豆啊？行。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哪有？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所以您不用谢我。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我是整挺好，科目2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晚上吃点啥？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行。来整个汤啥的？哥，那没。哥，小燕儿，燕儿来啦。给拿点东西，呵，这什么呀？整的怪高级的，好吃的，赖老三送的。他为啥送的呢？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德宝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全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全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你这是这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呀。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对，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这吃饭呗，一起呗。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水燕，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不拿了，就放这儿吧。给送回去。哎，炳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上不亏。这么多年的朋友啊，龚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对，没有权就得有钱，
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你瞅啥？你说，这谁家要是赶上那欠钱不还呢，也挺堵心的。这让人得宝，还是不相信我？是，那几个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梦。这是社会变了。你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啥意思？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咋的？行，把手给我。哎，是啊，明儿一早还得去家教。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对，别瞎想。不想。睡吧。你的报告院里边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就是下回记住。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还没敢告诉他呢。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二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到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啊，坤儿，就说你呢。啊，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等我把本儿学过来呀。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还得有一阵儿呢嘛。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你不是说1个月就能考下来吗？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学2年了都考不下来。这2年呢？啊，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要是这2年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她也沉不住气，但人嘴上不说呀。我哪儿沉不住气了？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晚上留着吃饭了啊。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放心吧，谢谢了，马总。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吃上了，我还屡败屡战。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好，谢谢各位。
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哦，是。我干了。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蔡晓光导演的太太。是。哎呦，欢迎欢迎！久仰久仰。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坐，来。这个就是驾照吧？怎么死了呢？那你为啥骗我钱呢？不然早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不是跟你说过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扎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我咋没信心呢？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倩咱就不说了啊，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妈添太多麻烦了。喂，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哦，那没事了。周荣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代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我直说了。直说。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子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这个往往越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识才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钟荣女士，请坐。今天这酒，你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喂。哦，秉义，你要调回蕲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冬梅。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这位就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郝主任，哎，郝主任，哎，是吧？啊，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是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是6人，3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院长，哟，冬梅，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拿我成什么人了？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娟儿，娟儿，哦，别吧。哎呀，我咋都漏炕上了这？这也漏了，赶紧往回走。给你捅，来。哎，那儿也漏了，那儿。慢点啊！哎，别给老头老太太演了。没有吧？要不车也别买，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聪聪毕业也好。有时候想啊，人这辈子活着啥意思？还跳出来看看，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以前我看这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等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孩儿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喝啥？酒呗，喝啥？干啥呀？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29届奥运会。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哎，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还真是哎，成功了！这好事啊，这是。那可不是吗？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这庆祝一下哈！庆祝一下。是。你看，还有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不用热，不用热。热。这萨姆兰奇真是福星啊！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呢，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啥时候事啊？你判那天，我一个人2口干了1瓶，刚喝的。哪能那么喝酒？你那不喝死咋整呢？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我还停电了，来碰一下吧。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那我跟你说说我呀。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聪聪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呀，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啥孩子叫你奶奶？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2年，聪聪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5、6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呦，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3名，一开会家长会，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3天、2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天天就这么做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这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炳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儿我都不怕。我也是。你说句大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高兴，乐不出来。你看你那耷拉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拉，你这不高兴耷拉成那样了都，你乐一下。乐。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明天不好走。明天去热房啊。你慢点啊！啊。娟儿，哥，挺快。啊，哥，你咋回来了？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这不走了？
不走了。具体啥工作啊？市委书记兼市长，提拔了？平调。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啊，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现蒸啊，我早就饿了。哎呦，快呀！快进来！对，路不好走啊。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也来，林坤多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林坤，陪我出去转转。现在啊，你是刚下完雨的道行吗？家里有雨靴吧？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你去找找啊。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你别给你再摔个好歹的。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啊。行。哎，你看看，说啥来着？没事儿，小心点你。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没有啊，挺好的。那心里边不痛快？说真心话吗？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能回吉春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那咋选这天出来呢？考察？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儿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你哥都年过半百了。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那就不满意呗。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咋的比我强？这怎么讲啊？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的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她是通情达理呀，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她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理解呀，哥。但是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累了，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咋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私搭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字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吧，啊，得有点滋味吧。就是现在这光字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抗雪，夏天不抗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建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对，是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呀？凭啥呀？这有理不在声高吗？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冬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然后呢？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我操！进屋，进屋，赶紧。哥，冰块这是咋的了？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没出息。哎，慢点。你往里躺点，快点。哎，往里躺。听话，来，往里躺。躺点，快点，冰块，往里，再往里，往里躺一点。我有时候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啊，问你点事儿呗。啊，你说。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是炳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炳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那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管着。差不多是这意思吧。冤我了。嗯。我走了，你也早歇着啊。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哎，路上慢着点。走了。谁呀？跟他走，老实点，老实点。走。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让人抢了？手机、钱包、雨靴。那你报案了吗？算了，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看看你这弄的，来。哎呀，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什么呀？合同。
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小光，电话。喂，我是你哪位啊？光影盛宴啊，马总。哦，是，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好本子啊，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不问我怎么了吗？怎么了？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导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是啊。怎么了？没事。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哎呦！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儿搞一个小搬家公司。对不起啊，哥。比以前强多了，都学会主动承认错误了。我以前我得多差呀！其实你也不是不想，都是个性闹的。你现在进步了，不管是对月月还是小光，都可以换位思考了。哎呀，炳坤这事儿也是寸，赶上咱两家都有特殊情况，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炳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炳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这样吧，周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啦！哦，回来了。哪儿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借的呀，应急嘛。你们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多少？2万，死期没取出来。炳坤要干点事儿，钱上得富裕点，可丁可卯的不行。姐，回来啦？找我啊？嗯。等多久了？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去。8万。干啥呀？拿着。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不是姐，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嫂子，找我啊？
打你电话也打不通。没开，用不习惯。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了。来，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了，有了。拿着吧，我这都借来了。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万一不够呢？都够了，有了。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找着活没？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牌啊？不看大小王啊？人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看看啊，上午3家，下午3家。哎呀，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汇合呗啊！行。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边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这踩好点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那写啥呀？咱写幸福保洁，行不？幸福搬家保洁。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儿，留我电话。那写周先生。哎呀妈！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咱到老了就叫周先生。行，走。4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金土区最小。王区长，你说说。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泽片开始。光泽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泽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3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泽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泽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泽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可资金怎么办？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把这大件先卸了呗。周师傅，哎，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哎，谢谢大家。爸，哎，妈，哎呀妈，你这过年不节人咋回来了？我回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啥呀？处对象了？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哦，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这是光荣的事儿啊。嗯。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哎，这不炳坤叔叔吗？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你在那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你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你烦不烦人？
你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走。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四欠的账啊还上了。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成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金木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是，哎，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这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步弄一个？哦，行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儿跟他不合适呗。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儿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多块钱，啊？行，行。娟儿，你帮我垫50，回头我给你。行嘞。你干啥呀？啊？这啥呀？收着，对，一视同仁，给找50，给他找50。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10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1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履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春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解决市大棚户区居民住房困难？有什么？想法是有一些，但是成型方案还没有。你在家呀？最近回来都挺早啊。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以落实的。你关了干嘛？你又不看？我不看，我听声音呢。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好，以后我注意啊。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电话里告诉你了，3个息肉。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我老被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冬梅，冬梅。喂。啊，老姚。哎，北叶，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这影响不好啊。哼，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是吧？那还是得注意点。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昨天谈的话，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祝贺你啊！哼，挂了。嗯。对了，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见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平稳着陆。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你到底怎么了？啊？我更年期。啊，春燕，啥时候事啊？啊？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啊？啥时候事儿？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送乡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一人。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咋的，金毛？咋了？走！你小月，哎呀，我谁呀？我房子，都住多少年了？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是吧？这是我的家。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这就是我的家。搜手，我跑！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多少少啊？警官，他要拆我们家房。你干啥？警官，说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面不有人吗？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赶超他能没吗？上头有谁？龚维泽呀。哎，那正好，哎，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还让人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了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你瞎说啥呀？赶上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他咋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脑瓜不让人削书包了呀？那大兄我就告诉你，
于红后边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你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房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妈太欺负人了，这也。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走吧走，人家住的好好，是，没事。走。你有啥实力呀？老干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玩意儿。哎呀，你再说一遍。我啥也没说。再给我说一遍。啥也没说啊。不是你这。我瞅啥呀都？走，回家。行啊，媳妇儿。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这么说对哥印象多不好。我也没提哥名啊。你这打挺好，那对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后来哥面临的不是扒房拆房这么简单。哎，好一点。这，哎，那就，哎呀，我这个夹块肉。哎呀，没吃过呀，让人家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说正事儿，姐，这是2万。剩下的分4回还。你给我算账是吧？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的吗？是我们2口子借的。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一码是一码呢。春雨，你这2回事啊，姐。小舅嘛，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那孩子说啥呢？能打起来？这还能打起来？快看看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显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你小光叔叔。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这孩子。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啥呀姐姐？收，肯定收，高兴着呢，对不对？收下，假模假式推一推嘛。来，行啊，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咋今儿不用了？那个包里头有1万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蜗。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不欠乐乐。不是，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1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开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娟儿，
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哎呀，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儿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4个字啊？我理解这4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喝水。这俩狗。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耳窝。啊？咋的要哭啊你？要哭呢？高兴的，能听见了。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啊？我不欠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这声音太小了吧？大点声呢。你能？哎，行了，你给他那么欠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带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是吧？金波，是不是能听着说话？别着急啊，金波，妈妈来。给，片儿姐，红姐，哎，庆哥，哎，官儿姐，哎，炳坤哥。看这上面啊！咋的，歇会儿啊？不行了，咋了？不行，我腰可能散了。来，快，慢点，慢点，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吴倩，好受点没啊？这里只能留1个人，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走吧。你俩别走啊！媳妇儿，你跟娟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炳坤在呢，放心。走吧。走，你有事叫我啊。啊。是。哎，我不能住这院。你听大夫咋说？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咱出院。你呢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那你担心啥呢？你看啊，我现在躺这儿了，你跟长进部搬家，那进步那小体格子，你那，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哎呦我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我今天去了趟博来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哎，月月，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哎呀，肖国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我去跟他说。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春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哎，行，我知道了。来，你揉揉，这样行吗？稍微轻点。我这都没用劲儿。轻点，轻点。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你看那书店待过，那草木皆兵。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我削你啊！来削！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削我。我削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多么温柔善良。怎么恶不恶心你俩？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这真是温柔。哎呀，老肖啊！哎呦，向阳来了，坐，来。哎呦，还拿东西，你看。别不坐，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伤成这样了就？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年轻那会儿，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3个呢。行，好汉不提当年勇。你看这张嘴，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怎的？说事儿。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怎的？说事儿。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我没问题啊。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得去，这是好事儿啊！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这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我天天开。行，挺好。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行嘞。喂，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春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澎湖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就这样。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大家如果觉得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好，好，好。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东北，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收科室。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不能挽回了吗？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才出尔反尔，拒绝。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你没有，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冬梅，咱就事论事，别带情绪，行吗？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是，你做得很好。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周秉义，我郝冬梅，读医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1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我什么是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晓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行，周秉义，看来你怨气挺重嘛。
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你说是就是。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听你的。你那边还有水吗？啊，来你。炳坤哥，进步，坤哥，我和于红姐住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一张双险，可好了。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向阳让你来了啊？向阳哥，向阳哥。行，那好好干呗。哎，好好干，好好干。咋了？这最近工作不顺利啊？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不是给人搬家呢吗？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不是你都知道了啊？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啦？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常进步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得了孩子福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儿，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
哎，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不是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哪搞？您现在是我领导。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不交钱。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再见。来了。冬梅，啊，快进来。哎，给我吧，坐。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儿千头万绪的。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字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我也不想耽误你。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不行，我得主任无比困难的电话。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为什么呀，周秉义？你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别担心，早期的啊，能治好，我保证。等我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行吗？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嘛？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呀。我有对象了。啊？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喝个水呗。哎呦，谢谢啊。啊，这么早就上班了？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呀。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儿。改造光子片儿。啊？怎么个改造法呀？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这么大妈，你个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就。哎，干哥！哎呀妈，聪聪，这爷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崔二姨还把过你尿尿呢。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啊，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行了，回头说吧，走了。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要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咱不知道啊。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那行。走了啊。行，慢点啊。这个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就这么多。行，回去吧。顾队长，哟，回来了啊！嘿嘿，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那不应该的吗？欠我钱2月了，刚还我。啊。抽一根。我戒了。得，那我也不抽了。哎，那个，哎，看看我这个。哟，不赖啊！你拿着。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
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在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1打3。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一把老骨头不要了。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那之前我生病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行，你说你咋的呀？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哎，就这。行了，那2下子你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个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占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了班啊？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咱俩一块过去。量力而为。看着他啊，你放心吧。那我走了。你也别老在这滚来滚去了啊。我送你。慢走啊！我不是让你问问那个光字片开发的事儿吗？你不知道这2天春燕天天往她娘家跑，消息就是打听来的。媳妇儿啊，这都大半辈子了，坤儿啥人啥性格你不了解吗？他知道什么，他肯定跟咱们说。那他不说的，你问他干啥呀？我告诉你啊，你别跟那帮老娘们一样，没事瞎打听。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字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不知道。谁知道啊？炳坤知道。哇！哎，那个不是龚斌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啊，像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哎，停！不想看。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光字片改造，咱搬哪儿去？这啥样子？瞅一眼看看吧。咱对呀，那个咱家几口人？6口，在这边住多少年？我这住3、40年了。这上面写啥呀？拆迁政策。政策怎么说的？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而且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对，这人家呀，真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这个才是公告1，还有2、3、4、5、6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哎，你说啊，李坤能不能知道这个消息？那肯定的，严哥是书记，可不，他不知道谁知道啊？哎，我说大雄啊，你还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瞎巴巴，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哎，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这叭叭啥？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
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大雄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关子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坐下。哎呀，以前这不是以前吗？人家还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谢谢婶儿啊，来，来，谢谢婶儿。都在这儿呢。哎呀，炳坤，你下班了啊？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那你给问问。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你也觉得是胡闹？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定了。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纠正啥呀？纠正错误啊！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啊？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可是，在图纸上，那儿耸立着10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咋的？生气了？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不用送，我还有俩葫芦呢。相信我。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咋才回来呀？大家伙巴巴的等了一晚上，刚散。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到王家屯。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一切看公告。你们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2啊？看了，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改楼了。对，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这个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享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享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呐！是啊，哎呀，就是。来了，哎！啊，是啊，哎。
啊，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是啊，走，那边看看。方向了，这个咋整啊？这咋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骑个屁！就到王家屯了。哎，燕儿，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一转呀。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啊？听说什么了？这儿不半天了。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春燕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字片的。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把给霍霍光了。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字片是怎么打算的？做了也不吱声。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干啥呀？啊？凭啥让他说话呀？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那咋的呀？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字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那必须的呀。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哎呦！你妈干啥呀？你打我！你想怎么的啊？你想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不是他打我啊！打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我跟你比划啥呀？他打的我。那公告1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2了，现在公告3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这儿？